上一个视频我们已经说了，发生于乾隆12年至乾隆14年的第一次金川之役是以大金川启降清军顺势收兵而结束的。清军2年多时间调集了汉土官兵近7万，费银约2000万两，战略目标是捣毁乐乌围、嘎喇伊2大关寨，但在高山峡谷与战雕体系面前推进迟缓。清军用了火攻、掘地道、断水、昼夜炮击等手段均难以奏效，前线接连失势，换帅频仍。至乾隆14年正2月间，大金川启降清军顺势退回，但是其战果仅限于外围据点与纳降一事，清军没有能够进入大金川复兴，而攻一雕不斥攻一城的判断成为了军前共识。所以其实嘉荣地区的战后格局并未稳定，反而大金川因未败而降，反增威望。周围的绰斯甲部、梭摩、卓克基、巴望巴迪等土司对金川势力多有顾忌。清廷继续倚仗以藩攻藩的策略维持军事，客观上加深了旧怨。在接下来10几年时间，川西土司间的矛盾愈演愈烈。大金川头人，也就是土司沙罗奔的侄儿朗卡与格布什赞土司因联姻而发生矛盾。朗卡又用了当年沙罗奔嫁侄女阿寇给小金川土司的方法，想要控制格布什赞，双方大打出手，而小金川方面派兵援助格布什赞，大金川见状则又出兵攻打小金川。就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清廷在乾隆23年至27年先后令周边土司联合攻打大金川，但是收效甚微，根本打不进大金川。也就是在乾隆27年，大金川的土司沙罗奔的侄儿朗卡正式承袭了土司之位。然而朗卡和沙罗奔相比并无两样，袭职后屡亲临境，绰斯甲、格布什赞、巴望、小金川、党坝等土司接受其欺凌。时间到了乾隆32年，朗卡将女嫁于小金川老土司泽旺之子僧格桑，两土司间关系回暖，呈合纵趋势。乾隆35年开始，川西嘉荣地区的局势更加失控，大小金川同时滋事，区域冲突密度和烈度快速上升。而二土司联姻后关系回暖，清廷判断再拖将更加被动。而在这20多年时间，乾隆也已经不是当年40岁的样子了，在西北用兵中也总结了大量军事经验。于是乾隆36年，乾隆传谕，小金川因金川与格布什赞乡仇，敢于效尤滋事，其情甚为可恶。朕亦宜先办小金川，擒其凶渠，治以重罪，则金川自当闻风畏惧，敛迹归朝，此为一举两得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参战双方的一些情况。金川方面其实也没有过多说的，当年雕卡体系基本得到保留，同样易守难攻，人员这些年也没有停止过征伐，打起来还是很硬。此时大金川土司朗卡已故，其子索诺木彭楚克承袭土司位，小金川土司仍为僧格宗。但是清朝这边变化就大了。如果说第一次金川之役有乾隆与清军轻敌的成分，那在这次作战前，乾隆可以说做足了充分的准备，因为当年那些战雕对乾隆留下了过于深刻的印象。第一次金川之役时，乾隆甚至在北京还组建过一支精锐的工雕部队，并在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将周边土司的一部分藏族土兵吸纳进入清军，带回北京练习攻克碉楼的战术。这就是香山建锐营。事实也证明，这支军队后来在第二次大小金川之役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。清史稿记载，金川用兵，京城之建锐火器营功绩最多。但是乾隆是下定决心了，可是下面的部属却还没有领会到大领导的决心。川都二太和四川提督董天弼以为还是装模作样迁就了事，川都二太更是在打箭炉几个月也没见动身。这件事让乾隆大为不满，启用武英殿大学士温福取代二太，
授予温福为定边右副将军，又从军机处调侍郎桂林任四川总督，协助温福。临行时，温福又带上了一个人，那就是阿贵。注意，这个阿贵是个重要人物。乾隆13年的时候，那时30岁的阿贵就随兵部尚书班第前往了金川办事，对金川的地形等有很深刻的了解。乾隆36年10月，温福和桂林抵达成都，马不停蹄地制定出了从西路和南路出兵的作战计划。温福从汶川卧龙关走西路，桂林从打箭炉带兵走南路，温福自己带人打巴朗山，桂林和二太向约咱进军，提督董天弼攻打达木巴宗。11月20日，温福打下巴朗山，并在次月拿下达木巴宗关寨，随即兵锋直指小金川门户资历大寨。2月后，温福成功占领资历大寨，同时又拿下了阿喀木崖，一路上进军顺利。桂林方面的南路军也在攻破约咱后连克数座战雕石卡。到次年3月，连下木巴拉、博祖萨马多觉等地方，乘胜又拿下了险要隘口莫陇沟、达乌一带，收复格布什咱土司辖地300多里，进逼小金川土司的咽喉僧格宗。兵锋直指隔河相望的小金川土司僧格桑的美诺关寨。而此时温福那边也在12月5日时攻克了美诺的另一端的门户明郭宗，小金川至此已经是无险可守。次日，清军两路向美诺关寨发起总攻，美诺关寨落入清军之手，僧格桑狼狈逃到老土司泽旺的底木达寨，但是泽旺关闭寨门，不愿收留僧格桑。僧格桑无奈之下，只好连夜赶往大金川勒乌围，投奔了大金川土司索诺木。小金川既破，温福、桂林等开始着手制定攻打大金川的作战计划。等等，乾隆不是传谕办理的是攻剿小金川吗？怎么可能呢？乾隆在桂林那边攻克美诺关寨后，就再次降谕要乘胜进剿金川，出其不意，方合时机。果能将金川剪除，其余土司自更畏威守法，方能一劳永逸。那现在打大金川，总得找个理由吧？理由当然是有的。第一，是在平定小金川的战斗中出现了大金川的士兵，证明大金川已经参与其中。第二，当然是大金川土司索诺木收留了僧格桑。第三，梭摩土父，也就是梭摩土司的老婆密告大金川土司帮兵欲劫西路营盘。温福不久又奏报声称，大金川土司索诺木还和几个弟弟把守各大隘口，声称既打到维州桥亦不难。维州也就是今天的澧县，那也就不是土司内斗这么简单了。这就是侵扰内地的叛乱了。攻打大金川的战斗在乾隆37年12月27日正式打响。温福由攻噶尔拉，进逼卡尔萨尔，向噶拉伊进军。阿贵方面由索伦名将海兰察为参赞大臣，自僧格宗纳为纳扎木至噶尔拉，进军噶拉伊。丰生娥与西安提督哈国兴由张古吉地奔赴绰斯甲，与到达该处的镶蓝旗护军统领舒长会师后，进军俄坡，攻取勒乌围关寨。不过打大金川开始，清军就进展不顺利起来了。阿贵方面仰攻噶尔拉山，此地为大金川门户，防守极为严密，而且这座山连绵20多里，山梁上大战雕就有10几座。而且第一次金川之役后，大金川方面又在战雕外围建筑了石墙，石墙外架设木栅栏，外围还要挖上深壕沟，壕沟内插上尖锐木桩松签。这座环形防御工事让清军吃尽苦头，阿贵把吃奶的劲都用上了，也不过在付出极大的伤亡的情况下攻克了4、5座碉楼。同样在丰生娥那边战况同样惨烈，温福那边则在攻噶尔拉受阻，不得不改变进攻线路，移师木果木，准备翻西岭打噶拉伊。所以说张广嗣当年也不是一无是处。
至少他曾极力劝阻过乾隆，不要等开春再打了，翻上西岭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果然，温福就是大军压境，始终还是拿不下西岭。而对面的大金川土兵则经常从乐乌沟翻山过来袭击清军后路。乾隆这边一直关注着前方战况，多次提醒温福他们说，后路尤其重要，粮饷军台一定要保护好，不然要出大乱子。期间他还得知了小金川土司僧格桑是从美沃沟逃到大金川的，并且砍断树木阻挡了进沟之路。乾隆很疑惑，他说，表面上看可能是金川土兵怕我们围剿而阻挡了道路，但是实际上不一定，因为这些隘口对我们进攻不利，但是敌人要出来却容易，说不准敌人就是要让这里看起来是封闭了的，然后我军一过，敌人就可以从美沃沟出击，重新占据布朗郭宗、底木达等地。你们匆忙用兵，这些关键地方却没有做好万全准备，朕偶念及心中甚为不易。因此他特别下令新任四川总督刘秉田驻守美诺，提督董天弼驻守大阪昭，在底木达、布朗郭宗一带设防，并巡查美沃沟一带，增派兵力守住这些要隘。但是这就是怕杀来杀。话说乾隆皇帝担心的事情果然很快就发生了。6月初1，果然大金川土兵经美沃沟悄悄抵达了底木达，在内应的小金川投降土兵的帮助下，攻入清军营盘，提督董天弼被击杀。随后小金川土兵反水，抢夺大阪昭一带的清军军粮，并且占领了布朗郭宗等处险要关卡。听闻后路被袭，温福大惊，急忙派人前往抢夺。阿贵也急忙派兵奔赴美诺明郭宗，准备夹击土兵。然而阿贵还是晚了一步。初9日，大小金川土兵切断了温福的后路，随后大举进攻木果木清军大营。当时尚有3000被征来的运粮民夫见土兵打来，急忙向军营逃窜。谁知温福担心混有金川兵，于是概不接纳，民夫不得不朝着已任四川总督的刘秉田所驻登春站所溃逃。结果没有什么战斗力的陆营兵听闻金川兵打来，当即吓得也随着民夫们溃逃。当时要经过一座叫做三关桥的桥梁，士兵和民夫都拼命抢着过桥，人多拥挤，跌落江里的不计其数。没多久，桥就被压断，众人一起往前冲，把江沟都填满了。尸体堆积到堵住水流，人马从尸体上踩过去，后面敌军又追杀，结果几乎全军覆没。次日，金川土兵猛攻木果木清军大营后方木栅，温福率军猛阻，结果左胸中枪身亡。参赞大臣海兰察不得不率军突围，逃入贡嘎尔拉军营。木果木落入金川兵之手。这一场大败，清军元气大伤。温福带的那2万人马折损4000多人，文武官员阵亡100多人，粮饷、火药、马匹被夺走无数。乾隆震怒大骂：我大清100多年来打了那么多仗，从来还没听闻过这种事。当然，那是因为后来他子孙的事他还不知道。但是我们以前光笑老乾隆写诗不咋地，但是在打仗方面，他现在也已经是久经战阵了，很快就总结并提出了解决方案。首先，他承认用人上面自己和温福都有错，现在乾隆决定把宝压在阿贵的身上了，并且后悔当年听信温福不调京师之兵的错误决定，急调自己的法宝建瑞营和火器营各1000人驰援，并且从关外调黑龙江吉林兵1000人赶赴四川。至此，动力、压力全给了阿贵。阿贵临危受命，而此时的局势还是岌岌可危。金川土兵在攻下木果木后得到补充，随即大金川土司索诺木出嘎拉伊，急取巴望巴迪土司地来断阿贵的后路。阿贵其实在这次溃败中已经意识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小金川的降兵不能再用了。一路回撤中又摧毁了沿途碉寨，设卡于达乌、温古尔陇、色木泽等险要之地，
收走所有皮船，防止大小金川合兵。眼见阿贵处置有方，大金川方面也知道一口吃不下清军，于是索诺木遣人来迎，声称自己不敢抗拒官兵，只想官兵退出就行。阿贵知道目前进攻肯定也无力了，虽然乾隆还在催促他退守美诺，那是因为乾隆根本还不知道美诺早就丢了。于是阿贵将计就计，答复索诺木，宣布清军撤军，并自己亲自率领1000多滇兵殿后，顺利撤出了小金川。然而双方都知道这都是权宜之计。大金川方面见清军撤走，干了件蠢事，那就是他并没有想着去修复周边关系，而是选择清算周边协助过清军的土司，并且软禁了小金川土司僧格桑，妄图兼并小金川。而正是因为大金川方面的强势清扫周边土司势力，导致了周边土司纷纷彻底倒向了清军。而清廷方面9000多八旗兵、云贵川陕甘湖广等地的露营兵1万多人也陆续抵达，前线清军已经达到了7万多人。乾隆升阿贵为定边将军，统办进剿之事。同时乾隆一边对归顺土司及子女给官给钱，一边宣称大军马上就要再次解集前来，稳住其他几个土司的心态。乾隆38年公元1773年10月27日，阿贵采用了小金川头人木塔尔的建议，从中南两路进军，秘密由北山进入小金川。随后清军一鼓作气，连下鹿鼎宗、民国宗美诺关寨、底木达关寨，10天之内阿贵居然就重新攻下了小金川全境。乾隆大喜，为了振奋士气，财大气粗的乾隆说了一段经典的话：此时布库所积多至8000余万两，朕每以存积太多为嫌，并且给前线将士保证，但能扫荡秦奸为一劳永逸之计，即使再多费1000万两，朕亦不尽。意思是前线的将士们只管安心在前线打仗，钱那不叫事儿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，屯在乐无为、美诺两处的军粮还有3、4万担，足够前线士兵再吃2年。然后乾隆又继续调兵从各省抽调精锐前来参战。此时川西前线清军兵力已经增加到了8万多人。乾隆39年正月初6，阿贵再次分兵3路进剿大金川，他自己带领人马从西路的古嘎山梁进攻，副将军明亮由南路马奈马尔邦进军。这2个地方都是当年第一次打大金川的旧路，一路雕卡林立。明亮选择了从东西山路包抄，不与金川兵做正面对抗。风声娥则从卓克采进攻凯利叶作为后援。此次虽然大金川还是猛力阻击清军前进，但是清军在建瑞营和火器营的加持下，还是步步为营推进。2月，阿贵终于攻克了大金川门户罗伯瓦各峰，明亮攻占马奈卡塔角后，狱卒转攻丹嘎尔拉。这种步步为营的打法，让金川方面也是痛苦不已。乾隆更是直接把兵工厂搬到了前线，边打边改进。前线总指挥阿贵还上奏，要求朝廷提供一些西洋冲天炮。这些冲天炮后来证明在炸碉楼的时候发挥了大用场。经过数月的鏖战，阿贵的西路军终于是将战线推到了大金川的重要据点逊克尔宗。而此时索诺木是穷尽所能的征兵了。据从逊克尔宗逃出来的绰斯假人讯供，索诺木已经要求下到14岁上到70岁的人都要派出去打仗了。旋即阿贵大军兵临城下，索诺木大惊之下毒死小金川土司僧格桑，将其掩埋于逊克尔宗后的石窖中。然后觉得也不是办法，随即不久又将僧格桑的尸体挖了出来，合并僧格桑的小妾，一同前来的一些小金川头人全部献出，希望朝廷停兵进剿。然而你想，现在乾隆怎么会罢手呢？很快批复来了，拿下逊克尔宗后即刻合围乐无为。再说索诺木因为起降失败，不得不拼死抵抗，清军一时半会儿还是拿不下这个坚固的堡垒，于是转而进攻日尔巴当嘎和风声娥会师。
10月份的时候，阿贵又清扫了莫格尔山梁的大小碉寨。明亮在大金川河对面也没闲着，攻克日庞山后的各个金川兵据点。最后两边一合计，要不咱们先拔掉20里外的乐乌围关寨吧。当然啦，乐乌围关寨同样不好攻打。我们看地形图，乐乌围关寨前临大金川河，后面是高耸的悬崖峭壁，地势上易守难攻。关寨四周站雕卡寨，星罗棋布，守备极严。清军攻打也是一场恶战，这一仗一打就是9个月。到了乾隆40年4月，阿贵和明亮才会师，眼看乐乌围关寨也是清军囊中之物，索诺木和几个兄弟再次请求投降，但是被阿贵再度拒绝。8月15日，阿贵和明亮对乐乌围关寨发起了总攻。次日，乐乌围关寨被清军攻破，阿贵立即以红旗捷报星夜兼程送往京城，给乾隆报捷。乾隆大喜，当场就发出了一大笔奖金，犒赏三军。这里是嘎拉伊的位置，距乐乌围关寨约100余里。索诺木在乐乌围关寨失守后，已经逃到了嘎拉伊。为了防止当年打战队时夏詹对土司班滚逃匿再次发生的情况，阿贵一边传习周边土司，如果金川土司逃窜到各土司处时，必须立即捉拿附送，不然视同于通敌，不日征剿。一边马不停蹄地带着6万大军向大金川土司最后一个关寨嘎拉伊进发。次日，清军将嘎拉伊关寨围了一个水泄不通。在这种高压下，不断有大小金川土富、土社、土木前来清军军营投降。乾隆41年正月初3，阿贵开始了炮轰嘎拉伊关寨。对于大金川土司索诺木兵败投降，一直流行着2种说法。第一种见于正史，这次炮轰和围城持续了整整1个月。2月初4，大金川土司索诺木终于扛不住了，眼见大势已去，心灰意冷，随即打开了寨门，跪地手捧土司印信，带领妻儿老小及众头人出寨投降。第二种则广泛在民间流传，那就是索诺木知道已经没有退路，决定与关寨共存亡。他在关寨中放置了大量炸药，然后派自己弟弟前往关寨门口投降，递交土司印信，请阿贵和将领们进寨纳降，然后自己点燃炸药，要与阿贵等同归于尽。但是阿贵留了一个心眼，没见索诺木本人不肯进寨。正当索诺木弟兄慌忙回报说大将军与官兵，话未说完，索诺木以为官军已经闯入，便要点燃床脚的引线自尽。身边的亲信和他的姑舅见此情形，害怕同时被炸死，急忙抢下了他的引火线，把他捆起来交给了清军。不管是哪一种可能，最后索诺木都被谢送北京，与蒂沙罗奔、冈达克、索诺木棚、楚克、贾尔瓦、额扎尔等人一起被凌迟处死。其他投降的大小头人及家属，则在清军班师回朝时，令军队携带回京城，归入内务府正白旗，再行酌量分别安插，交内务府检员补放。在建瑞营附近，令其自行建造碉楼居住。两金川投降的百姓，清廷考虑到这些人聚在一起容易生变，于是将这些人分别安插到周边土司领地，原金川人几乎全部迁出。随后清廷开始了大规模的诸如军屯、民屯、练屯、番屯等一系列屯田制度，鼓励军人、内地其他民族迁入大小金川屯田经商，并规定成都将军必须每年于两金川各营巡查2次，成都副都统巡查1次。至此，大小金川之役正式结束。好了，感谢您收看《涅槃说史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